双十国庆。尽管民国并非完美无缺，但双十节提醒我们，绝不能辜负辛亥革命的理想。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我们今天终于再次回来玩 KR 模组了。今天呢，我们来玩奉天政府。奉系曾经是北洋军阀之霸主，一度雄踞中国北方，而后直系卷土重来，奉系被迫退守东北。在清廷复辟后，其更是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继承人。内部派系纷争不断，日本势力日益猖獗。张大帅勉力平衡，他重整军队，准备与清廷决战。他究竟是能成功挥师中原，一统江山，还是会被他的东京靠山踩碎中国的梦想？北方堡垒，1936年的序幕拉开，奉天政府作为民国梦的最后堡垒依然耸立着。虽然这个梦想与当下中国的许多现状一样，背后都潜藏着错综复杂、见不得光的真相。其民主体系长久以来只不过是专制体系的遮羞布，才得以维系。未来能否得到改变，更是未知。坐落于沈阳的国会之腐败已经恶名远扬，大权全都被称雄一方的军队将领、目无法纪的铁路大亨和动机成迷的泛亚分子所赚取。在一片混乱的政坛中心，则是野心勃勃却四面受制于人的张作霖张大帅，内有使政府四分五裂的派系之争，外有直系清廷大军和日本强权威胁，他的处境如履薄冰。僵局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南征的时机一旦失之交臂，或许就不会出现第二次了。上一次直奉战争消耗的巨额经费以及贸易往来的断绝，都给奉天经济背上了难以承受的重担，而过去数年间的经济恢复仍然差强人意，大有进步空间。军队同样陷于多年的涣散和颓废，急需进行重组。日本人的影响则与日俱增，这既是致命的威胁，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前方的路程仍然未知，恐怕只有最伟大的舵手才有办法引领奉天从委曲求全走向光复全国的胜利。与奉天政府签订的多项条约都给予了日本在奉天境内的法外治权和几乎相当于本国公民的居留和就业权。即使自大帅以下的多方努力已经尽可能的在阻挠、延缓日本人落地生根，奉天还是离不开这些东洋邻居，他们的影响也不可避免的与日俱增。日本在我国苦心经营的总前台机构，乃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近年来，该企业盈利可观，据称已经占据日本国家预算的1/4。同样，日本人也需要他们在我国身上下的注得以兑现。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指日可待的复国战争，一旦我们成功了，他们都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使得日本人的对华野心能够事半功倍，由此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日本人渴求更多的经济利润和更强的政治权利，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张作霖逼得太紧，以致我国政府垮台，日本所有的投入都将化为乌有。到目前为止，张作霖大帅推行着妥协政策，一方面提倡和日本的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偶尔回绝太过冒犯的日方试探，只在私下里采取行动，尽量控制日本影响力。民族精神方面，尽管我们有着号称全东亚第2大的工业基地，但其庞大规模的背后却是陈旧的机器、落后的工艺和病入膏肓的不当管理。只有海量投资和全方位改革，才能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难题。随着上一次直奉战争而来的经济崩溃，让我国政府的财政和信用都满目疮痍，这导致几乎没有人愿意成为政府的债权人，私人企业的出路也相当有限，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多少人有信心在我国投资。日本的关东军在我们这里驻扎已经有10几年有余，他们在1925年郭松龄叛乱时期发挥的关键作用，让他们获得了将司令部迁往沈阳的一切条件，这大大提升了他们对我国政府的影响力。现在他们有一支军事顾问团和部队保护铁路，提供物资援助以及建议。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建议，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影响力遍及全国和整个国会，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只是良性的，但总是令人担忧。尽管我国政府致力于抵抗日本影响，但这种努力不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除非我们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我们的政府目标和民众的目标有着明显的不同，
地方主义在广大政治冷感的群众中，远比高尚的共和理想更具吸引力。虽然张作霖曾经凭着地方主义情绪登上统治宝座，但现在地方主义的情绪可能会让大帅命令南下入关、征服北京、光复全中国的计划落空。尽管改革多年，我军内部的士气和领导力问题依旧显著，但愿此类问题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以便我军能够南下入关。尽管说法各异，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一支中国军队。恰恰相反，军队是去中心化的，还谈不上正规。内部派系林立，各路军阀和地方分离势力在数十年的冲突中杂乱无章。半独立的发展，大部分主要势力都是地方性的，他们军队臃肿，装备维护不善，腐败无处不在，军队的后勤仅仅依赖苦力和马匹，甚至可能还有对周边村庄的劫掠。虽然少数部队纪律严明，且能达到西方标准，但大部分军队并不能，而更像是土匪、强盗和其他犯罪分子组成的团伙。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一听到军队来临，当地百姓即四散奔逃，以免遭受劫掠。与我国的宣传恰恰相反，我国政府实际上贪腐成风，充满着明争暗斗，且时常作威作福。尽管这些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但政府的日常运作仍然受此掣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因此受到影响。倘若任意派系的影响力过大，灾难性的后果肯定会接踵而至。那么这一次的更新呢，也是给奉天政府添加了一些新的国策。但在我们实现这些国策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保卫辛亥革命。讽刺的是，中华民国奉天政府是众多响应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且建立民国的政权之中唯一的幸存者了。尽管对于建立民国的诚意值得怀疑，且收复南方失地的目标在目前看来也不现实，但政府依然在大力宣传这两个目标，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历史上的广州一直富可敌国，在整整1个世纪中，这座城市是唯一允许外国商人造访的中国城市。然而城头变换大王旗，广州树欲静而风不止，多个势力在这一座城市展开对决。陈市长向我们派遣了一名特使，他请求我们给他援助，而且他承诺只要他胜利，在未来一定会偿还这笔债务。但这么做同样伴随着风险，一旦他输了，我们就什么都拿不回来。那就给他一船秘密的物资吧，希望他能取得胜利。自从我国军队转进到山海关外以来，我们一直高度警惕着南方的形势。长期以来，山海关这处天然的隘口使得敌军无从下手，但也使得我军南下遭遇着同样的阻碍。因此，要想成功南征，我们就必须把握好南方政权衰弱的时机。目前南方局势日益动荡，已经从反德国的情绪转变成公开的暴力活动。安徽省政府也已经宣布和南京决裂，此事或许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良机。但糟糕的是，我们自身却并未做好南下复国的准备。东北各省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南方的局势会走向何方，亦是未知之数。就目前而言，我们最好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并等待良机出现。虽然我军并没有公布任何计划，甚至事实上哪怕一套完整可行的计划都没有，但坊间已经有传闻称，我军正摩拳擦掌，准备挥师南下，在1个月之内攻取北京。从南方传来的零星消息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兴奋和担忧。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和地方主义的东北党成员已经在茶室、酒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爆发了冲突。这个东北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更多的是一种帽子，扣给那些对于张作霖大帅实现国家统一的使命表示怀疑的人。相当多的地方官员和官僚，包括学校教师，都持着怀疑态度，并开始组织抗议活动，反对他们认为这场代价高昂且不必要的战争。政府自然不会出面进行反驳，否则就会放任伪清政府得以高枕无忧地插手南方的危机了。安徽省政府请求支援，对我们来说，这是在华东结交的强力盟友。攻陷伪清政府的华南势力的绝佳时机必须妥善利用，一旦他们成功，我们在华南就会多了一个强力的盟友。高喊着东北是东北人的东北的抗议者们聚集在大帅府周边，在哈尔滨，在吉林，他们群情激愤，要求终止备战。他们的人数或许还不足以引发严重的问题，
而且警察已经下场维持秩序。但有人指出，这可能只是大麻烦的开始。如果放任这场运动蔓延下去，会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威胁。如果连东北人都不能团结在大帅的旗帜下去统一中国，那么还会有谁会相信这个理想呢？安徽省政府需要更多的军队来对抗敌军，他们请求我们派出一个大型训练代表团，但是在短期内会削弱我们自己的能力。没关系的。张作霖虽然自认为经历中国数十年残酷的权力斗争而屹立不倒，可现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切。他想要统一国家的梦想也永远无法实现。不少对手将张作霖视为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奴才。更尴尬的是，这个列强还是被中国人视作小国的日本。不过事实却更加微妙，张作霖和其他的政客一样，寻求和日本合作，并且愿意维护自身利益，做出务实的让步。但他们也普遍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必然也要得到和日本平起平坐的筹码。这些人的动机各不相同。无论如何，日本的巨大影响力让我国政坛又增添了一丝阴影。日本期望获得投资回报，但过去对日本的让步都曾经几度导致整个政府垮台，这是过去的惨痛教训。日本人的在华代理人常常各自为政，互相攻击，有可能也不被东京所知晓。张作霖善于利用日本决策层战略模糊的弱点加以制衡，不过这也意味着他达成的诸多协议对双方都缺少长期约束力。在其统一国家的征程中，有效管理双方的预期将至关重要。我们才不会被日本的旭日焚尽。我们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千万要小心，我们的许多日本顾问对我们收复全国顾虑重重，倘若我军战事不利，他们或许将铤而走险。此外，如果日本影响力过高，就将限制我们在处理国家统一问题时的选择。多年以来，张作霖的主要政治口号一直是东北是东北人的东北，但当他的野心转向全国之后，就不得不搁置这一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口号。这条口号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许多人仍然维护这过时的想法。现在是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新盟友山东和安徽之间的相处可能并不融洽，这两个势力都认为只有自己才适合统治华东。为了避免我们的两个盟友落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解决方法。富国强兵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的法家思想上，近代则被尝试用来激励中国光绪时代和日本的明治时代的改革。随着我国政府尝试现代化，挥师南下，推翻伪清，并再次建立对全国的控制，这一思想在我国再次复兴了。我们对于反对富国战争的知识分子的抓捕，已经导致了教育的混乱和研究中断。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一直保留着一系列私立学校，最初是为员工的子女和日本移民开设的。这些学校可以提供和日本本土教育相当，甚至更好的教育。在我们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可能会向他们施压，要求其向我们公众开放这些设施，并提供工作人员来填补暂时的短缺。但是，一旦我们开创这类举措的先河，它将很难关闭。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校肯定会被用来传播日本文化和规范。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不需要拒绝这个提议。尽管我们可以从国内外找到替代人才，但是我们不得不多花出一定的代价，还需要面对许多麻烦。不过这都是值得的。华东战争，我们的盟友已经取胜，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两家仍然有可能爆发战争。考虑到我们还需要对抗国民党，也许应该跟他们两个谈判，让他们不要互相开战，这样就可以把精力放在对付国民党上面。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之间的战争，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崩溃，最后让国民党渔翁得利。尝试调停一下。幸运的是，他们二人都接受我们提出的调解协议。或许在我们的领导下，历史终于迈进了以团结合作来统一全中国的时代。军队高层都对此抱有颇高的期望，并指出这项成就就连吴佩孚本人都未能做到，但我们做到了，即使是一时也和平了。教育部推出了新的全国校服，虽然这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小变化，但制服是中国独立和国家身份的象征，超越了任何特定地区的限制。作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学生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值得骄傲。要以实际行动回应富国强兵之号召，政府自然责无旁贷，可我们无法双管齐下。
我们决定先富国后强兵。四川省正在和一场大规模饥荒抗争，现在四川的代表前来与我们洽谈，希望能得到一些饥荒救济。通过为四川省灾民提供粮食，我们能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合法性，并且能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不是北京的那些卖国贼，唯有我们才是中国真正的合法政府。准备好，多装一些粮食。但是我们不得不质疑，伪清政府究竟有没有绝情到连给灾民的粮食都敢拦？近日，我们破获了一起行贿事件，2名亲近日本的成员试图收买政客。对于此事，我们早就有所耳闻，但此事还是头一次被曝光于众。其他派系要求我们开除双方涉事人员，但日本领事馆强烈建议我方勿对其成员采取措施，必须除掉他们。我们的运粮船在武汉遭到伪清政府拦截，这是对全人类准则的背叛，只能进一步证明我们宣称的合法性，并证明他们的非法性，证明他们只是一群土匪恶霸。尽管细节还不甚明了，但据信今早在紫禁城发生了一场政变，曾经直系军阀被视为和清政府牢牢绑定在一起，但是现在吴佩孚和曹锟都已经死了，还有许多人指望他们能够重建民国。难道辛亥革命的共和梦想终究只是一场过眼烟云？不会的，因为还有我们，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大和旅馆一直都是他们经营的招牌。虽然条约中规定日本公民享有居留权，并有权从事工商业经营，但日本人在开设新的建筑项目时仍然需要得到我们的许可。他们现在正在计划新建多家新旅馆。对我们而言，这些旅馆无异于会成为日本人活动的场所。不论如何，完全阻止建设势必会激怒日本政府，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在一些地区限制建设，以尽量控制日本人的影响扩张。中国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大战，长期统治中国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被溥仪残忍杀害。这场宣统维新的主要支持者们开始争夺战利品，许多人也在关注，看谁可以利用此种局势牟利。伪清政府正试图奴役自由的山西人民，我们作为中央政府有责任援助山西省。虽然政府还没有做好大规模用兵的准备，但我们可以派遣1个志愿师帮助山西省。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清政府碌碌无为，完全是由于吴佩孚和曹锟的把持。然而宣统维新已经将曹锟和吴佩孚诛杀，但伪清政府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双十国庆，1644年，黄明沦陷，神州陆沉，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汉人为奴数百年。但中华人民从未忘记自由之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前10年，无数梦想着摆脱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国爱国志士们，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共图大业，反清复明。1911年10月10日，汉族人民的身上的枷锁终于被打破了。驻守在武昌的北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以无比的勇气反抗满清统治，发动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历时1年才最终实现目标，最终在钦差大臣袁世凯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合作下推翻了清廷统治。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民国自诞生之初便饱受分裂之苦。袁世凯倒行逆施，刺杀了合法当选的宋教仁，将民国变成了他自己的独裁政权。民国4年，袁世凯变本加厉，自立为中华帝国洪宪皇帝。以蔡锷将军为首的共和志士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重举革命旗帜，终使民国法统重光。袁世凯离世后，民国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广州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对立政府。广州政府在第1次北伐战争中失败垮台后，直系主导的清政府统一并结束了南北分裂，但10年的和平在1936年戛然而止。战火的硝烟再度弥漫，尽管民国并非完美无缺，但双十节提醒我们，绝不能辜负辛亥革命的理想。中华民国万岁！我们完全能理解民众们想要安宁和平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我们一直偏安一隅，满足现状，一旦伪清政府统一了全国，我们就大祸临头了。古人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此，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去拯救沦陷区的同胞们。只要东北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光复全国，届时东北的安全自然也可以得到保障了。全力支援前线，
准备入关复国。福建国民党被击败了，这意味着华东再次回到了我方盟友的掌握之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这两家可能又要开战了。如果我们想让事情善始善终，就必须再召开一次会议，想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想想办法吧，希望会像第一次一样顺利。我们可以强行命令其中一方退让，而完全满足另一方的要求，但这种做法的成功率实在渺茫。没办法了，提出折中方案试一试吧。鉴于江苏现在已经被山东所控制，那么就让山东得到江苏，开发权则归安徽所有，这样如何呢？遗憾的是，谈判最终破裂，我们必须选择一方支持。我们最终决定支持安徽。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组织一支部队前去剿匪，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事不需要劳师动众，留给地方政府自己管理即可。我们也可以向日本人求助，尽管这个主意可能并不受欢迎。任命大帅的儿子张学良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全权负责东北剿匪事务。终于在我们的支持下，安徽最终还是击败了山东。可惜了，如果他之前能接受我们的斡旋，那么可能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他也可以保留他自己的一些影响力。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真的是太愚蠢了。经过了一系列混战后，我们的安徽盟友终于统一了华东。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大好事。那么在这一集中，我们了解了我们国内的情况，中国的现状，我们的复国之路究竟能否成功呢？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